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就是你这个性要张扬点啊，可能还有人特欣赏你。其实所谓的这种个性啊，在历史上来看，它也不是说都按照中庸之道啊，抹杀人的个性，不是那样。你包括历朝历代每个朝代都有属于它的鲜明个性。那咱说汉朝一提，汉朝很多人想到强盛，你看汉武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的大汉的疆土拓宽的程度，最后把匈奴给干败卫青、霍去病，给人的感觉都是很强盛的感觉。你再说唐代，你会想到开放包容，那是大唐的都城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五湖四海，各个国家万国来朝。所以你一提到唐代，你感觉是开放包容。那么咱们今天就要给大伙儿说一个特别有个性的朝代。什么朝代？明朝。你说明朝有个性吗？不是明朝的皇帝昏庸的多吗？而且朱元璋强调中央集权，说这明朝挺昏暗的，不是？那是你不了解明朝。所以咱们今天给大伙儿细说说为什么明朝是一个很任性的时代，是一个高度有个性的时代。这个根在哪儿呢？咱得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就任性，而且他的任性造就了他后边无论皇帝、官员、百姓、文人都任性。说朱元璋怎么任性？我们都说朱元璋啊，出身草根，要过饭，当过和尚，没什么文化。那么他也是比较能够打破过去规矩的一个人。你看，一般开国皇帝都很强势，他一强势，他本能的要把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谁我也信不着我说了算。那么朱元璋的任性体现在什么上呢？他把维持了上千年的中国一个文官制度给废了。什么宰相制度？自春秋以来，各朝各代无不是天子坐朝，宰相治国。魔化若是一个皇上离不开宰相的话，那这个皇上就是阿斗告诉你，从今往后咱再也不要什么宰相了，咱要既做朝也治国，直接掌理军政，上通下达省得。那些宰相从中作乱，臣冒死，进谏快退啊！父皇求你了，父皇！哎呀，送太医院，你看着这好像上嘴唇碰下嘴唇废就废了，这活不好干。为什么呢？原来6部有的奏折送到哪儿去？送到左右宰相那儿去。他们看你把宰相废了，那往上报告报谁那儿去？所以那儿奏折乌泱乌泱的全堆到朱元璋那儿，把朱元璋累的，但累他愿。意味啥？天下他打的，他得把自个儿天下守住了。所以朱元璋是个很勤奋的皇帝，但是即使这样，那奏折看不过来，那么这个开头就造成了我们说大明津入了一个任性时代。由于老祖宗朱元璋啊，直接这么任性，把宰相给废了，后来出现的一些波动都和这个有直接关系。他出现了皇上任性大臣任性百姓任性文人任性。咱们先说这皇帝任性，朱元璋是心理非常强大，能够把这些奏折呀、公务都搁自个儿身上，那可是他的后辈要万一哪个人心理不够强大，这工作能把人逼疯了。他后辈呢，不是打江山，是坐江山，那看江山的精神头就没这个老祖宗这么高。所以他的后辈皇帝出现了几种极端，一种是什么？我逃避了，别玩了，我干不了，我才不管这个呢。所以他这一逃避容易出现2种极端情况。第一种情况呢，信任身边的人，你赶紧替我处理了。就咱们说，天启皇帝做木匠活呢，魏忠贤帮他处理这事儿，就容易出现宦官专权这个情况，就贴身的人把握朝政了，这样就可以随便糊弄皇帝了。皇上您任命其他的大臣奴婢没有异议，可是这个裴文中涉嫌弑君，你可千万不能草率任用啊！魏忠贤，你提醒的好，朕认不得那么多外臣，大多数还不是听你们这些身边人的意见。王安、裴文中的任命，待朕想想再说其他人的任命，由待朕拟旨传旨吧，这奴婢遵旨。第二种情况呢，一看这个情况，我也得相信哪个大臣呢？开始信任一个人，后来把这活都堆他身上了，皇上一天天犯懒，所以后来明朝有个首辅制度，首辅大臣其实就是内阁大学士。咱记得最出名的张居正内阁大学士，万历皇帝在位多少年呢？48年够长的了吧？可你能想象到48年当中，他有30年不上朝，有的大臣呢在午门外跪一排啊，皇上上朝吧，不去。你愿意跪，你跪死在那，死去不管。万历皇帝这么任性，还有比他任性的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叫朱厚佛，这个人怎么任性呢？他不仅是不上朝，不管朝政的，是整天琢磨炼丹啊，我长生不老，延年益寿，我这滋阴补阳，他天天琢磨这玩意儿，琢磨怎么样能够整些玄玄怪怪的这些玩意儿，结果因为这个差点把命丢了。情况如何？皇帝今夜要睡在端妃，这皇帝睡前要服金丹睡的。趁端妃有寅时起夜如厕的习惯，趁着端妃起夜离开玉榻，我们就动手怎么丢。有一天
他睡觉睡到一半时候进来10多个宫女，这些宫女一个个你看着娇滴滴的下手挺狠，拿个大绳子把绳套先套在脖子那儿，然后这俩按胳膊，这俩按腿这儿，俩捂被子，这俩捂他嘴干嘛呢？要把皇上勒死助手，这深仇大恨的差点就给勒死。可是这些宫女没有杀人的经验，你勒死人那绳套得是活扣啊，越勒越紧。他给系个死扣杆勒着，把这皇上勒得直叫唤不死，跟勒猪似的。就这功夫，手底下人进来了，把宫女给打倒了，把皇上给救了，圣体无恙。皇上万福，只是受了惊吓，好生调养，当吴大爱万岁爷，没事就好。奴才真是吓死了，拿朕的仙丹来啊！这个地方朕不想住了，丧气，从今天起搬到西院去，告诉大臣们今不上朝。了奴才知道今不上朝，明明也不上。有人说这宫女吞了雄心，吃了豹胆了，胆子怎么这么大呢？怎么敢杀皇上？中国历史上就这么一例宫女，居然敢对皇上动手。你听说皇上、皇亲国戚大臣进宫弑君，这有宫女杀皇上，就这么一例。说这朱厚瀾嘉靖皇帝怎么这么奇葩呢？起因就是太任性，造成他对宫女特别差，他下令打死虐待宫女，最后死的有200多个。说这些宫女为什么要杀，就不把你弄死，他就得死，什么原因呢？前面我说了，嘉靖皇帝好炼丹，炼丹也不哪个老道给他出的主意，说炼丹有2样药最管用，什么呢？一者呢为秋实，一者为红铅。说红铅是什么呢？这更狠，处女的月经血宫里头，这宫女都处女，从他们身上采月经血，这叫红铅，这用量还挺大。怎么办呢？他听这老道的，给宫女吃药，干嘛提前她月经期，而且让她多出血，这后面一个个那真生不如死。最后一看，算了吧，不把他弄死，我们就得死，怕弄出阶级仇、民族恨来，就得把皇帝弄死。你说这是大明皇帝里多么奇葩的一个。你还有一个皇帝名武宗，他叫朱厚照，我喜欢睡懒觉睡足了才有精神办事嘛，朝政大事可以改到午后再议。对了，你们不是老是在朝上有一些争吵吗？吃过了午饭大家吵起来才有底气吗？这是什么话吗？还想再听下去吗？请说下去。第4，朝臣均为男人，实在无趣，应换上一半。女子以年轻貌美为佳，定能提高效率。这个皇上有意思在哪儿呢？他一天呢不管朝政也管，但是他不想当皇帝，想当啥？想当大将军，天天练武。他就是什么呢？这个朝政都是文官处理的，是把他弄得很烦。他通过练武把荷尔蒙发泄出去，心里烦练武，为了提高武技，干嘛呢？让老虎当陪练，差点让老虎咬死他。退后，哎呀，快叫御医不用了。马都督啊，你也太心急了，朕还治不了这只老虎。而臣当然知道父皇可以治得住老虎，只是怕您把他伤得太重，日后心中不安，哼他胆就这么大完了。不光这样呢，他这个练武的过程当中啊，他自己想，我这要出去打仗多好，要没有这个打仗的假装，外头有地方打仗，我也御驾亲征过这银守备朱寿接旨。臣守备朱寿领旨，近年以来鲁求犯顺，屡害四方，且城平日久诚恐，四方兵如废弛。今命守备朱寿统帅大军，随部人马，或攻或守，扫兴山安民务，亲自慢自。从盘古开天地3皇5帝到如今，有哪一位皇上曾做过如此荒唐的举动？列位大人惜命！哈哈哈哈！某愿施见皇上有旨，违抗者停战30谢皇上。其实是啥？逃避公理处理这些事儿，躲出去啊，在另一个世界里发泄自己的旺盛的精力。所以这大明皇帝任性的多，这任性根在哪儿呢？不老祖宗朱元璋吗？你把宰相给废了。本期老连故事会为您讲述任性的明朝，那他这一任性连锁反应到大臣上大明的文官呢，特别有意思。你不是把这个宰相给废了吗？废了之后呢，任何一个官员都想追求自己权力最大化，而且都想名垂青史，想影响皇帝，影响朝政。再一个皇上一旦承受不住压力撂挑子，那这个国家重任落谁身上了？落大臣身上了。那大臣这时候责任重了，他又不怕死。你想，人要不怕死，啥事儿都能干出来。他敢想敢干。海瑞，这海瑞我们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海瑞最出名是啥？骂皇帝，把皇帝骂得狗血喷头，把皇上骂得狗屁。不是你，这个不光是胆量的事儿，他心里真的有点这样的特殊的心理，要不一般人没这么强大。而这个人，你别人想收拾他太难了，他也没爱好。说你这个作为官员有点爱好，这好那啥爱好没有？我就当官，我就两袖清风一本正，我就挣这点死。工资海瑞家里穷的叮当响，自己媳妇儿自个孩子反正就差一步饿死。结果后来呢，赶上他时来运转，这严嵩不倒台子了吗？一个大奸臣倒台子了。那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皇上嘉靖皇帝就找谁当初敢于跟权臣严嵩对抗啊？这我得重用啊！一找说当初海瑞骂过严嵩，哎呀，这人了不得，连升2级给他拔到京城了，上哪儿呢？到户部、到财政部管钱去。结果这海瑞进了京城，头一件事把京城人全震了。他写了个奏折，把嘉靖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陈海瑞谨奏陛下，天之应断，继位初年铲除积弊，焕然天下，更始锐见，未尽妄念，牵之而去，迷意修玄，复有四海。故曰：民之膏肓在世，而耻心20余年不逝。朝当继持，以天下地盘降落，民不聊生，复议登场，势如悬青。晚了。其实按这罪过，基本上枪毙几百来回都够了。说念你是皇上，好好反思吧，你改吧。古至今谁敢跟皇上这么说话？那有篡位之心的司马昭啊、曹操啊，那也得假模假样的吾皇万岁，皇上圣明。得说两句，海瑞一句没有破口大骂严嵩罢出仕。藩即行插坏人，亦然。严嵩罢相之后，犹知严嵩未相之先而已。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奴婢再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是这谁写的？海瑞，别让他跑。抓回来，我弄死他。完了，下边皇上您放心，他跑不了。为啥？他写完这奏折呀，他埋了口棺材，完了跟老婆孩子呢，拜了，把家里钱啊剩那点不多的给仆人了。他仆人害怕了，为啥？你不找死，我先跑吧。家里人都跑没了，坟地都选好了，棺材搁屋里停着呢。他不会跑的，他就等你杀他。so long， 这把这嘉靖气的怎么弄？这人先把他控制起来。我想想，嘉靖在屋里琢磨来琢磨去，不行，我不能杀他。为啥？海瑞当时名气很大，都知道是个清官，他骂我是昏君，我要把清官杀了，不坐实了吗？而且海瑞这么干，为啥呀？嘉靖知道大明这些文臣一个个都等着刘芳，百事脖子一梗，你宰了我，他都知道。我若杀你就成全了你。古之明不能杀，但不杀是不杀。这皇上心里老恨了恨死海瑞。后来找个理由，海瑞哪个工作上有点失误，给关大牢里。过不久呢，大伙儿一劝，又给放出来。以这海瑞有意思，他40岁进京，74岁才退休，干了3、4年。这3、4年当中，罢官被免，就有16年，就有一半时间他属于是被拿下的，但是还偏倒。起起落落总在那儿，就这个文官得多有个性啊，得多犟啊，我根本就不在乎你。那不光这个官员任性，老百姓也任性。说老百姓怎么任性呢？他这个明朝这几个皇帝前后这么折腾，一会儿大臣折腾，一会儿皇帝，老百姓跟松紧带在里边，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老百姓就琢磨了，咱们呀也别啥事儿，就一直在这死守着，也不能等死，有机会咱就作一把，不行咱再老实。这最典型的明朝末年，这个老百姓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明朝农民起义那么有意思。你看明朝末年，崇祯皇帝上来了，大明已经不行了。崇祯皇帝想励精图治，你注意真到了那时候，你励精图治就不赶趟了。为啥呢？励精图治是不是需要钱呐？好，需要钱你就得收税，跌着不是谷子，这是稻种啊，这是我们全家的性命啊！我2个闺女饿死了也舍不得吃它呀，军爷你要拿走它，我们全家就没命了。军爷，这都是你拿回去，为什么老朱原来老百姓就是税收太重，你再收它不更造反吗？再一个需要钱收税，这是开源还有节流呢。节流是什么？公务员编制太庞大，那我削减编制吧，一削减编制，下台那些公务员没事干了，干嘛？我造反吧。所以最终呢，这老百姓走上造反这条道，最终各地方到什么程度？一个省就能有100多股造反，反正这一个小组造反呗，这些人揭竿起义，干那边揭竿起义，也没个头脑，朝廷这时候来镇压。那一看也实在这力量也不大呀，所以就采用呢叫做镇抚兼施，以抚为主，就说镇压跟抚慰2套重高压政策、怀柔政策，以怀柔政策为主。所以一般到那说别造反了，给你们粮食吃行，不造反了马上投降。可是那么多灾民又赶上荒年，大明的财政支持不了你，这走了粮食吃没了又活不了了，造反实打跟大明军队打不过乌合之众，干不过正规军呐。大哥侯承畴、杨嗣昌不仅消灭了38万逆军，还生擒了敌手高迎祥，朕要用他的人头心肝祭祖。告天臣遵旨躲起来吧，剩10来个人干啥呢？咱们得自个儿种田自个儿吃吧。一边种田一边琢磨咱们为什么失败了，哪条政策不对，哪个战术不对，又组织一伙人接着造反，又被大明给打败了，躲到商洛山里头去，剩50来人，说这个地方时间长咱也活不下去，咱往河南进发吧。这50多人啊就往河南，到了河南呢，赶河南闹灾荒。他们本来没那么大志向，说到这地方不行，打家劫舍凑口饭吃。结果河南灾民听说过李自成、李闯王，原来他岳父高一祥也
是闯王这他姑爷李自成继承闯王大旗了，咱活不下去，得有个领头的吧，就认他当领头的了。说那时候李成也没想能挣这么大老百姓，说吃他娘穿他。娘早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就是让乌合之众最后滚雪球是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那时候这伙人呢很有意思，也没寻思一定能跟明军怎么叫板。结果大明军队呢这边农民起义那头还有清军入关呢两头，所以这李自成一路之上也没想到势如破竹，最后居然打进北京，随后崇祯帝自缢于眉山。明朝父王禀皇上吴三桂以兵至京郊永平卫，突然掉头返回，重回山海关，传命召集京城内所有的官兵2个时辰后出发，直取山海关。遵命就他这伙农民起义等前前后后跟大明军队干了17年，最后呢清军入关，这帮人有意思不反对大明了，跟南明政权联合起来跟清军打了14年也没打过。清军最后被弄灭了，就中国历史上这农民起义很少有像明末这样这么奇葩的，就今天起义明天投降，后天再起义后天再投降，就这么个节奏。所以你看老百姓造反都这么任性，这个时代为啥任性？他这一个朝代他的个性是从开国皇帝那儿开始打下了底，然后不断被多米诺骨牌强化的结果。所以咱们看，就我们说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更好的方案去取代它，那你就不要轻易动它，除非这个方案呢能把原来的弊端解决，你才能动手。就像我们现在说高考一卷定终身，不好咱要改高考，可高考再怎么还保个底线公平呢？你分高上去分低下来还有个基础公平，所以喊了这么多年高考有这么多弊病，但是我们暂时无法改的是因为我们还拿不出第2个能够取代它的更好的方案。现在的网络上有这么个词汇叫北漂说，北漂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为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谋生的需要，背井离乡，抛家舍业来到北京寻求自身发展的这一类人。那么北漂呢，绝大多数是年轻人。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这位呢是北漂的老祖宗，而且这个老祖宗从55岁那年开始在北京开始飘着。你从这年岁看，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北漂里一个不世出的奇人。说这人是谁呢？非常了不起大画家齐白石一生，传奇如何从一名木匠成为画谭巨匠半世颠沛，又是什么原因让他在暮年决定北漂？他画法纯熟，为何在晚年选择长达10年的画风转变？他创立红花墨叶派，画风潇洒飘逸，为何晚期的画作又多以乡间小品为题？湖南湘潭人，我一说湘潭，很多人就想起来浏阳河那隔江边有个湘潭县啊，出了个什么人？出了个毛泽东领导人民得解。放浏阳河那个湘潭这个地方人杰地灵，出了很多大人物，前有曾国藩，后有毛泽东。毛泽东、曾国藩这都是湘潭人，但是齐白石家出身呢，可远远说不上书香门第。因为齐白石真正画画出名之前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个木匠。说为什么后来中国画坛呢，有人一提齐白石，在早期时候瞧不起，说这个人是个粗人粗鄙之人。中国过去画画崇尚什么呢？叫文人画，就是你的文化修养多高，决定你的画画水平多高。可是齐白石呢，出身来讲呢，不懂诗词歌赋，他是个木匠出身，所以后来徐悲鸿呢推崇齐白石的时候，很多画界同行说，他粗人一个，俗人一个，你看他画画的就如同一个老农挑着一担粪往那儿一站，什么意思？很多人糟蹋齐白石看不上，就是和他的出身有关，这是一种文化偏见。齐白石家里头呢挺困难，人口还多，也就是将巴巴糊口。齐白石呢大小的时候呢身子骨很弱小，名叫阿芝。爹妈一看说，这阿芝这身子骨不像干农活的样啊，你真让他干一下午，他得累趴下，到晚上可能都得死过去算了吧。咱家这孩子那些身体好的干活他呀，念个书吧，看看将来能干啥吧。就这么在阿芝7岁那年，家里头从这个肚子里头省出那么点粮食来，省出4斗粮食交学费送他上学。结果倒霉，刚上学半年，家乡遭水灾，家里头种地颗粒无收，还拿什么钱接着再交学费？拉倒，别念了，辍学回家吧。到15岁了，这爹麻烦愁了，你这孩子这体格将来也种不了地，咋办呢？总得有门手艺吧。再说这么着吧，送你学手艺干什么呢？拜木匠为师，学打个桌椅板凳啊，干个这玩意儿就这。把这阿芝送去学木匠，去学了。有一年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他天天不是跟师傅拿着剑撕，天天拉这个推粪刀火炬干这个活。有一天呢，师傅带他说，咱俩出去有家请，咱给打2把仙桌去吧。就这么的走呢，穿过小树林，前面有个小道，这小道对面呢过来俩人，齐白石也认识，说这是咱们同
形也是干木匠的，没想到呢，他师傅噔噔噔噔告诉他靠边，俩人恭恭敬敬地躲在道边，您请。这俩木匠就昂首阔步就过去了。凭什么狭路相逢我们得给他让道呢？那总得客气客气吧。我看这俩人还挺牛的过去了。他师傅说：“你哪知道，咱虽然是木匠人，可比咱强是怎么？咱们是打桌椅板凳的，干粗活的。木匠人家干嘛的？雕花的。说白了，太师椅后头这上面雕个荷花啊，雕个牡丹啊，雕个如意啊，人家干这个的。说白了，干细活的，人家比咱轻生，还比咱挣钱多。在这行里头，咱得拿人当回事儿，不服能人有罪，你得恭恭敬敬。结果这个事儿给齐白石刺激挺大。再看自个儿师傅，我要跟你再学，我没啥出息，我这辈子见人都得让道。所以隔一段时间，他跟师傅告假，说家里有事回家，其实就跳门了，不跟师傅学了。转过去他就扫听3乡5里的那个雕花木匠干的好，说有那么一个干得好大老远，他去给人家磕头拜人家为师。当然齐白石非常聪明，很快就把这手艺学下来了，他成了远近闻名的雕花木匠。这时候开始呢，他日子就好过了，挣的比原先就多了那么一个偶然的机会呢，他的人生转变来了。因为如果他再这么往下走，他这辈子就是个木匠，雕花木匠，干得再好你也是个木匠。还有一回有个大户人家请他去给打家具，说打太师椅啊、八仙桌啊、这个小对柜啊、罗汉床啊，打这个东西，他就在这个大户人家呢发现了本书叫什么呢？芥子园画谱。这个芥子园画谱啊，咱们简单说是本什么书，相当于现在中央美院的教材。这个书要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没啥，就跟比方说我是学文科的，现在有一本说讲锅炉的什么制作使用，我可能这书在我这儿没用，可是在一个专业人士眼里看来，这里头有他需要的东西，它是如获至宝。这时候齐白石一看这个，看这画就想到脑海里头，哎呀，这太好了，跟人商量，您把这个芥子园画谱借给我。但是这是借，人家也不给他，要说齐白石还是有毅力。他把这画虎拿回去之后抄往下生生的把这画虎给抄下来了。抄的过程他也记抄完了，他还留下一本书来，脑袋里也记清楚了。就这么的，他走上了绘画的道路。咱这么说实在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都是凡是那个呀，你看那个给这个器具上雕个花啊，包括咱们现在有那个订生日蛋糕，有在蛋糕上雕花，你问问给蛋糕雕花那师傅，你让他提笔画画，他也是个好手，不见得那画是艺术，但肯定比你画的好，因为这门是相通的。所以他从雕花木匠出身，他对这东西就感兴趣，一看到这个东西如获至宝，再一练，很快他变成了一个画匠。注意啊，我用的是匠，他现在还称不上画师，他成了个画像。他感兴趣，天天画。他家里人就说了，咱那个北墙啊供的神像啊、财神爷啊、谁啊，还是墙上门神呢，都旧了，你给上色画个新的呗。行啊，好，画个秦琼，画个魏石敬德，画个武财神关公、赵公明，画这个很快他画的栩栩如生漂亮。3乡5里的人知道了，说咱这不用大老远，还得跑到长沙哪儿去，咱买这玩意儿去，咱这附近有能画的，给他2天让他给咱画。就这么齐白石开始画神像。这画神像他挣不少钱，为什么呢？你琢磨琢磨，你找人给你画个神像，你跟他讲价吗？他很快就挣了些钱，然后结婚生子，这日子就一天一天好过了。这时候我说他是个画匠，那么如果这种生活再持续，他也就是弄个小康以上啊，艺人他也不会成为一代的这著名画家。结果他命运的第2次转折来了。有一次他画这个神像啊，落在一个人手里了。这是他家乡一个名人，叫胡庆元，是当地最出名的大画家。胡庆元一看这笔触，说这可不像是一般手艺人画的，这个人有灵气，基本功也不错。他说谁啊？说这原来一个木匠现在改画画，叫阿芝芝木匠，姓齐，你把他给我叫来，把齐白石叫来。齐白石这时候27了，也儿女双全了，你结婚了，过来，这是你画的。他说啊，不错呀，你呀学过吗？没学过，那你怎么能画这样？我抄过芥子园画谱，那就对了，你这是有基本功的。你想在画画上深造吗？劝说我做梦都想啊！知道您是大画家，想向您请教，门槛太高啊！这今天我没想到您能叫我来。胡先生说，我看你有这功底，这样我想收你当徒弟，你愿意吗？那齐白石乐疯了，当然愿意，但可有一样，你进我们跟我画画神像，你不能再画了，那个东西匠气太足，你要总画那个画画，永远进步不了，不能那么干。齐白石想了一会儿，这个决定做得挺难。为啥他这日子跟画神像有直接关系？这上挣的钱，你把这扔了，说谁来找画神像？甭给你画这个了，我给你画更高水平的，画这个山水如何？我们不要，那我们就要
神像他可能就没饭吃了。但是齐白石呢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自打他喜欢上绘画以后，他一直就想在这领域之内，我如何能和先贤比肩？你看这宋明以来那些画画的那国画真漂亮，这想到这个一咬牙行，师傅我答应你。就这么着，他进了胡庆元门下，不画神像，那么有专业的老师教他没几年功夫，他的画技大涨，这时候他才真真正正变成了一个画师，就开始走进专业的艺术领域。那么他在师傅身边呢，画的时间长了呢，他师傅也告诉他说，画画要想有长进的五湖四海各地写生采风博采众家之长。于是齐白石呢，到40岁的年纪了基本上生活也非常稳定了，说得出去转悠转悠，去哪儿呢？去陕西到西安，这怎么去那儿呢？咱都知道，大唐以来那个地方是中国文化中心，也是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那个地方绘画水平相当高，齐白石到那儿去，一看，哎呀，真了不起！看了很多不同格的绘画流派的画家的东西，自己的画工也大有长进。同时，他在陕西呢还认识了个高官，谁是当时陕西的布政使，叫樊翻山。这部正史是个什么衔呢？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两个人呢以画论交，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转过年来，这樊哙山呢，被这个当时在北京执政大清的这个高官袁世凯给看上了，说调你来北京呢，到北京参政院来议政。说白了就离开陕西翻山，说北京可了不得呀，那是大画家的窝子所在，那高手太多了，你要想长进，咱去北京，正好我调呢，我把你带去。就这么，齐白石跟着樊翻山第一次进北京，这个时候应该是1900几年，就是清帝没退位。那时候那还是慈禧太后真正掌握权力垂帘听政的时候，这时候范万山给他推荐你进宫里当代笔画师，可是齐白石不想去，为啥呢？自己湖南有老婆孩子，说我这自由之身，我随时回去看他们没问题，我要进了宫里头，那得听人家的人，不让我走我不能走，那我家里有事儿回不去，怎么办事一个？而且君如伴虎，我这猫画的挺好，不错了。第二天我画的不是那样，老佛爷一看这什么玩意儿，你怎么敢这么画？乃欺君之罪，给我砍了，你脑袋就没了。这齐白石草民一个怕这事儿，但是范万山推荐了他又不好推脱，后来实在没办法，得了，我跑吧。这齐白石第一次进京，虽然羡慕北京艺术氛围，可是他觉得在这块人情也大，各个方面立足困难，就这么先回去了。回去之后呢，他也从中间出来几次游历，到处看看。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辛亥革命后期，他老家湖南这呢也闹革命，今天是革命党，明天就土匪，弄来弄去呢，把他家的好日子也给折腾完了。他最喜欢个小儿子也死在战乱当中，他师父胡庆元也病死了。齐白石很伤心，把他师父给他点评过的最喜欢他画的20幅画找出来，裱好到他这个师父坟前，一把火烧了，就当做烧纸祭奠这个师父。回头齐白石一想，人一辈子我就这么过了，在老家这乱世当中，我还想画画能有提升呢，我怎么办呢？觉得这家乡这也没什么可留恋的，干脆吧，我2次进京回北京。但是这个时候离他1次进京已经过了好几年了。齐白石多大了？这时候已经55岁了。他是1864年生人，这时候已经到了1919年了。1919年我们都知道这5四运动了，都清帝退位已经有些年了，所以想来想去，齐白石决定2次进京。这回再来北京世道变了，为啥？原来有个樊哙山推荐。他请他到宫里当代笔画师，当6、7品官。这回莫说是没人请他了，生活都成问题。为啥？军阀混战的年代，这北京乱世之下，咱都说盛世兴收藏，说太平年代。这画画值钱，你要真打仗民不聊生的时候，说白了，一幅画不当吃不当喝。但齐白石呢，木匠出身，人吃过苦，当年也练过好多活。我不能饿死咋办？我任刻章，你看绘画跟篆刻，他其实这门也通着，他以前也学过篆刻我在这庙里借住，然后呢，我刻章，刻完章呢，我拿出来卖。有人说那章都明章了呗，不是章分明章显章结果。也正是因为篆刻使他找到了一个新机会，他这章留到外头去，就打小呢被这个很巧被北京一个大画家叫陈师曾给看上了。这个陈师曾挺了不起，他当时的画在北京卖的是最贵的，已经成名了。他的师傅是谁呢？诗书画印4绝西泠印社的开山祖师吴昌硕。吴昌硕的篆刻公认往今来第一人，够得上这个称号。所以陈师曾呢门里出身，知道这个篆刻水平是什么样。一看齐白石刻这张，这个刀工这个笔法不错呀，这人有
底子呀，打听打听谁刻的，那叫齐白石，个老头能有快60了，在这个庙里待着，就这么陈世曾去看这齐白石，一看这人啊，就你呀，齐白石那会儿穷困潦倒，穿的破破烂烂的，就跟个要饭个老头似的，这胡子头发多少天都不洗，蓬头垢面的，说你还会啥画画？我比篆刻好，我胡庆元涂的。看看进屋里呢，齐白石拿出他的画作也现场画了一下。陈师曾一看真不错，功夫很深，但陈师曾给他挑了毛病，你这画啊，功夫是有功夫，可是你的风格是啥呢？你每一笔都是学人家的，我这能看出来，你这一笔唐伯虎的美人啊，典型的工笔画法啊，画仕女的，但你这一笔这跟八大山人学的，说陈胜一看呢，你哪一笔我都知道来历，你这个画啊，人家要买回去呢，一般人家挂也行，真要想上品入人家高水平人法眼，你做不到。那齐白石也知道陈师曾很有名，那我怎么办？那陈师曾说你啊，你得改画风一说，改这齐白石啊，怎么说陷入沉思？为啥呢？画了到现在为止已经40多年，快50年了，你让他改画风，谈何容易画？这么些年都这样，都已经成型了，怎么改啊？齐白石说，陈师曾说，我告诉你，你不改，你就永远出息不了。你这玩意儿，你画的再好，人一看复制古人，你没有你自己东西。所以这么齐白石在陈师曾刺激下，决定大刀阔斧的改。怎么改呢？他想起芥子园画谱里头那些大师画的东西，但凡成名成家成一代巨匠，这都是那种大开大合有自己创意的。因为中国国画呢跟西洋油画不一样，西洋油画是高度写实的，中国画呢在写实的基础上呢是大写意的，它不是完全写实，是写意的，你想去吧。所以他这时候要靠你的想象来帮助作者去完善这幅画，这位大写意。那么齐白石呢就想到，我能不能大开大合玩这个，说齐白老这么些年的积攒是足够深厚的，一转变画风之后，他突然觉得一下子一扇门向他打开了，他画的东西开始生机勃勃，意象万千，趣味盎然。且他当时开创一种画法叫红花墨叶法，什么敢用色花，我就用大红色画衬托。他呢说红花绿叶嘛，这个绿他觉得衬红啊不够，把所有的叶子都画成黑色。墨一墨的颜色，红花墨叶法，咱们现在看齐白老留下很多画，很鲜艳，那个叶是漆黑，而这种用色是非常大胆，它其实是把当时很多画派的长处，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工笔画和这个八大山人的东西，把它集合到一块儿。很多人说这么红这么黑多俗啊，因为画画很忌讳把色用尽，他不怕，其实这是齐白石什么？他本身就木匠出身，他没有那些文化负担。一上来我还得背这背那个，还四书五经，还最后山水田园，我还得按这儿不按那个。来，老百姓看啥好看就啥好看，他从大俗当中得出大雅的东西。所以齐白石这一打开，把毕生的积淀再加上自己没有那么厚重的所谓的传统文人画的负担一下，别有洞天，开辟出这片天地是其他画家从来没经过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他真正的画风在60多岁以后才开始形成。那么有人说是你刚才说红花墨叶什么这个齐白石画这个写意我没感觉到，我怎么记得他净画小虾米呢？是啊，其实说齐白石可是厉害，为啥这么大一张纸当间画个小虾米？说周为4外圈空地，够盖4合院的了，拿去也能卖钱啊！你看他画蛐蛐、画虾米、画蝴蝶、画昆虫，说怎么齐白石后来都画这些东西呢？这跟什么有关系？想家，各中国文人很少有画虫的，齐白石是基本上就算唯一一个画虫出了大名的。他为啥他在北京身边没儿女，孤苦伶仃一个人，越到晚年越想家。他本来想说这辈子我不回湖南，就在北京待着，后来想家想得不得了，他就想起童年的时候啊，自个儿家门口啊有个水坑叫星斗塘，据说是天上掉陨石给砸的。打小在那玩，到夏天的时候，这边青蛙呀，那边蝴蝶，这个虫那啥，童年的生活无忧无虑。可这些年呢，南北漂泊到老了，这把年纪身边没个人也挺凄苦，他就无比怀念童年的快乐时光，就想在自己笔下再现童年的时候。所以你看齐白石画虾呢，还是画虫？你感觉虽然是这不是真的啊，也不像油画画，那么真实，可是你一看那个刺那个须子，啪就要从画里跳出来一样，这就是他对生活的一种体验。你不要以为他那东西不写实，他带徒弟让徒弟画鸽子，说你这玩意儿画的不对，你查过没有？鸽子把翅膀张开，左翅膀下边是几根毛，右翅膀下边几根毛，你查过吗？它都是在真实的基础上画出来，所以栩栩如
生再加上写意这一块，他的画一下就立住了，所以他晚年画这些呢数量很大的这个昆虫这些图和他想家有直接关系，所以齐白石过了80，这才是得。享大名55岁当北漂，80岁才真正成为一代巨匠。你就说这个人这北漂当的啊，你要跟齐白石一比，咱现在北漂吃几年苦不行了，逃离北上广一回。家没啥意思，我再逃回北上广，你就瞎折腾吧，在那儿。所以齐白老的经历呢，至少说明什么呢？谁成名成家都得吃苦。齐白石55岁到80岁这么些年，这么岁数才熬出来，你年轻小岁数吃2年苦怕什么？再一个，有很多人觉得我一肚子能耐就没碰着个识货的，我这老板讨厌我，那个领导不喜欢我，说齐。使我这能耐我有就是没人赏识我，如果真始终没人赏识你，说明你的能耐也不够，一方面你得加厚，再一方面你可能要转变，多学点别的东西。那齐白石60岁还转变画风，都画一辈子了，那你小年纪大学刚毕业会那么一点东西，你当成是自己个本事啊？我得怎么的？我得碰着伯乐，哪找那些伯乐去，所以也得要学习齐白石敢于大胆创新、自我变通、抛弃原有的这些东西的这种魄力。所以齐白石这个北漂的老祖宗，天字第一号，老北漂应该给在这些新北漂啊带来很多成功方面的启示。希望大家好好琢磨琢磨齐白石这些年这个北漂他都漂出了什么。